据观察者网的消息称，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在本周三接受采访时表示，他正在认真考虑竞选副总统，这是迄今为止他对明年是否继续留任菲律宾政坛一事发出的最强烈暗示。杜特尔特在表达出了自己的意愿之后，还表示，如果当选总统不是自己的朋友，那么他即使选择副总统也没什么用。据了解，杜特尔特之所以会多此一言，主要是因为菲律宾大选中，由于总统和副总统是分别投票选出的，因此可能出现正副总统分属不同阵营的现象。从杜特尔特的发言中不难看出，他对继任总统这件事情确实没有多少热情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都不用等到明年，说不定在今年下半年的时候，菲律宾就要变天了，而到时候中菲之间的关系恐怕也将发生变故。要知道，在前不久与中国对于南海问题的争端中，杜特尔特对中国的态度就已经发生了转变。他表示将坚持对南海的油气和矿物等资源进行开采，即便是派出军舰，甚至是与中国发生冲突，他也要如此。在这之后，杜特尔特也确实这么做了。他派遣多艘军舰和军机进入南海，企图强迫中国渔船离开牛轭礁。从这一点上不难看出，在美日接连抛出橄榄之后，菲律宾在牛轭礁事件上是非常强硬的。不过，由于杜特尔特长期以来的对外政策相当得当，在这一点上，中国确实是拿他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在处理中美两个大国的关系上，杜特尔特灵活实施的外交政策，在不完全冒犯美国两届政府的情况下，又能成功的与中国保持更密切的外交关系。在经贸方面得到了中国的大力支持，疫情期间还能得到来自中国的呼吸机、疫苗、口罩等巨量的抗疫物资，让菲律宾一次又一次成功的与中国和美国同时保持更密切的外交关系。总的来说，杜特尔特让菲取得了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基本平衡，非常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但杜特尔特一旦卸任，那将很难保证菲律宾未来的倾向。一旦新上任的总统是亲美派，那中国在南海的利益势必会受到损害。在6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驻阿富汗美军撤离计划已经完成超过90%。对于美军连夜悄悄撤离最大的巴格拉姆空军基地，没有任何交接，也没有通知阿方。该基地还关押着数千名囚犯。这件事引发阿富汗国内舆论哗然，而随着美军快速撤离，阿富汗国内安全形势也发生巨变。自美军5月初撤军以来，塔利班已经发动了多轮攻势，并且快速占领阿富汗多个关键地区。在9号，据塔利班官员沙欣表示，当前塔利班已经占据了阿富汗85%领土。美国官员还预测，按照现有共识，恐怕用不了半年，阿富汗政府就要垮台。而造成这一混乱的根源就是美国，现在却什么都不管，留下烂摊子，拍拍屁股走人。对于美军仓皇撤离行为，充分凸显出美国是一个极其不负责任、自私自利的国家。不仅遭到阿富汗美国国内保守势力的批评，北约盟友对此也是稍有微词，出兵、扶持、控制、撤军。这是多年来美式干预的套路。为了输出美式民主，美国成为多个国家不稳定局面的根源。纽约时报不久前感慨，这是美国海外建设的又一次失败。拜登却反驳，美国出兵阿富汗不是去搞国家建设的，那20年来美军在那里干嘛？终究只有一个核心，为了美国自身利益。在搞乱一个国家20年后，美国却表示，阿富汗领导人必须团结起来，推动这个国家的未来，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不知道当初深信美式民主的阿富汗人，现在是否会后悔？而美国不仅不负任何责任，甚至还想拉中国下水，去收拾烂摊子。美媒多次炒作中国将填补美国在阿富汗留下的真空。然而在对美国彻底失望以后，阿富汗政府开始找上了中俄印。今日塔斯社报道称，阿富汗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哈姆杜拉·穆希普呼吁外国伙伴帮助其防御力量和安全部队去对抗恐怖主义进攻，包括来自中国、俄罗斯和印度的。不过，邻近的巴基斯坦并没有被阿富汗政府视作伙伴。值得注意的是，前一天塔利班代表团率先抵达莫斯科，与俄方讨论启动内部谈判的前景。塔利班承诺不会侵犯中亚国家边境，俄方也表态，只要阿富汗武装分子不袭击邻国，就不会出手。而中国的态度呢？目前中方并未对此作出回应，但是中国从不干涉他国内政，阿富汗内政由阿富汗人民决定。至于印度，这可能是夹击巴基斯坦的好机会，但是美军都深陷这战争泥潭，印度有这个自信吗？
为了登上美国的战车，自今年4月份开始，澳大利亚多名政客开始大肆渲染中澳之间的紧张氛围。前国防部长克里斯托弗·派恩声称，澳大利亚将会在未来5年至10年内与中国进行一场战争，表示台海危机就是引爆点。紧接着，现任国防部长彼得·达顿就台海问题再次发表言论，指出不能忽视台海危机引发中澳冲突的风险。就连内政部部长迈克尔·佩佐罗都提出所谓的战鼓论，扬言澳大利亚需要做好随时与中国开战的准备。恶意炒作渲染中澳紧张关系，澳大利亚国内的反华分子不仅在国际社会上大放厥词，制造战争气氛，甚至随着事态的发展，他们还在国内极力煽风点火。在此背景下，近日澳大利亚智库澳大利亚研究所公布了一组数据，一度让中澳关系降到了冰点。澳大利亚研究所进行了一份与中澳冲突内容有关的民调，结果显示，在共计603名受访者中，有6%的人认为中澳很快会开战，36%的人认为中澳会在一段时间后开战，只有24%的人认为中澳不可能开战，其余人均表示不确定、不知道。据悉，此次调查是按照地区和性别划分选区的对象，与全民普查结果相比的误差仅仅在4%左右。也就是说，有超过42%的澳大利亚民众相信中澳即将开战。对于这一民调结果，调查者们感到非常意外，他们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的澳大利亚人会相信中澳开战这件事。至此，他们开始疑惑澳大利亚人的这种认为中澳会开战的恐惧是从何而来。真要说起来，分析认为这与澳大利亚政客毫不负责的鼓噪有关。这些反华分子不断在澳大利亚国内外鼓吹中澳会引发战争，一次两次或许澳大利亚民众并不当回事儿，可接连渲染这种威胁，澳大利亚民众难免会受到影响。从这次的数据中就可以看出，澳大利亚政客鼓吹反华论调已经到了何种程度。中国已经开始在经济上与澳大利亚撇开关系，澳大利亚不可能在政治上反华，更不可能在中国市场上再获取巨大的经济利益。就拿铁矿石来说，中国已经在全球布局，从加拿大等国家进口。一旦中国不再依赖澳大利亚的铁矿石，这对于该国来说无异于致命的打击。经济大幅度萎缩不说，还会损害国家利益，不利于国际局势的稳定。最后，澳大利亚必定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加上这样一组数据被公布出来，必定会让两国关系再次恶化。届时，澳大利亚政客才会明白，鼓吹中澳战争论是在给自己挖大坑。只是到了那个时候，留给澳大利亚的选择就只有跟中国磕头求饶了。拉拢世界多国对付中国是美国如今对华的战略政策。特朗普时期的所作所为让拜登清楚意识到，光凭美国单打独斗是绝对不行的。因此，这段时间可以明显看到，美国正在不断拉近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拜登还特意展开一场欧洲之旅。至于在中国周边，印度是一个，菲律宾是一个，如今的巴基斯坦亦是如此。今年是中巴友好建交的70周年，同时也是中国和巴基斯坦肝胆相照、同甘共苦的第70年。在这70年里，中巴两国砥砺前行，造就了独一无二的铁杆友谊。也正因如此，如今的中国人亲切地将巴基斯坦称为巴铁。在此背景下，偏偏有国家看不惯中巴之间亲密的关系，想尽办法挑拨。近期，巴基斯坦总理在接受一次采访时就表示，目前包括美国在内多个西方国家对于中巴的全天候关系感到非常不满。透露巴基斯坦在与中国的关系上正受到来自美国其他西方国家的压力，并同时指出一些不怀好意的西方媒体曾频繁就涉疆问题恶意提问。值得一提，传言美国方面提出了非常优渥的条件，只要巴基斯坦减少同中国的关系，美国便会提供军事方面的援助，并且愿意按照成本价格向巴基斯坦提供先进的武器装备。尽管该消息并未得到官方证实，但以美国无耻的性格，不难看出该国会为了挑拨中巴关系，向巴基斯坦抛出橄榄枝。显然，美国已经到了狗急跳墙的地步。为了孤立封锁中国，拜登竟然原形毕露，自曝丑恶的嘴脸。至于外界疑惑的为什么美国会从巴基斯坦下手这个问题，在分析看来，除了想挑拨中巴关系以外，也是在向世界其他国家释放信号。一旦巴基斯坦如美国所讲的与中国断交，在一定程度上必定会作为一个样板，警告其他国家也远离中国。要知道，巴基斯坦向来跟中国关系很好，两国合作不断。如果这个时候连巴基斯坦都背叛中国，那中国很可能会变成孤家寡人。可幻想跟现实是有区别的。面对美国向巴基斯坦施压，国人的反应则很异常，不是气愤，反倒是非常淡定。吃了谁给的定心丸？事实上，在巴基斯坦总理在表示中巴关系正受到来自西方国家的压力之时，该总理就在随后明确强调，巴基斯坦对中国是有特殊感情的，绝对不会屈从这些外部压力。无论哪个国家向巴基斯坦施压，中巴友好关系都不会改变。巴总理火力全开，警告西方，中巴之间的友谊是经得住时间考验的。巴基斯坦不会选边站，巴基斯坦会跟每个国家都建立良好的关系。
近日，在埃塞俄比亚内部的武装冲突中取得大捷，俘虏的埃政府军官兵达7000多人，这是自二战以来非常罕见的大规模歼灭战。这场歼灭战是如何达成的？这其中固然有诱敌深入、游击战、穿插迂回等因素。此外，雷格提一方还有可能获得了强力外援。这场冲突已经持续了7个月，在近日的国际会议中，有关方面的呼吁也显示了这场冲突由外部势力的介入。埃塞俄比亚相邻国家都程度不同地介入了这场冲突。近期战场形势的突然逆转，很大程度上与外部势力的介入有关。首先，一方的防空能力突然增强，在24小时内击落了埃政府军 C130、米格23、米353架战机，这对于小国空军来说无疑是遭受重创。接着，迪格雷实施了一场精准的前行攻击，先是攻占了阿迪格拉特市，切断了提格雷州首府莫克莱的守军与厄立特里亚方面的联系，接着攻占了基捷特市，进而对莫克莱守军实现了合围。关于基捷特市，在一般地图上搜不到，在确定基捷特市的位置后，提格雷一方的战役意图就很明显，就是要切断莫克莱守军与大本营相连的2条公路。接下来就是占据莫克莱的埃政府军军心动摇，弃城突围，在行经75公里后掉进了提格雷的口袋。在这样广大战场上实施的战役行动，需要大量的武器装备，需要强大的情报支持，还需要很强的战役指挥能力。提格雷武装宣称击溃了埃政府军12个师中的7个师，毙伤1.8到2万人。如果提格雷自己真有这样的能力，这场冲突也不会持续7个多月了。当然了，这次战役的结果也表明，埃政府军的战斗精神存在问题。莱芜战役后，王耀武的那句感慨用在这里真是恰如其分。很遗憾，埃塞俄比亚刚刚看到富裕的希望，就随着内战的爆发破灭了。真心希望他们尽早实现和平。歼十 C 是我国自主研发的防御型战斗机，装备了最先进的航电系统，其通讯、探测和电子对抗能力比歼十 B 显著提高。印度高调炫耀在北方战斗机的数量，巴基斯坦感受到了印度空军阵风的压力。为回应印度军方，巴基斯坦接收36架歼十 C， 和印军阵风数量一样多。歼十 C 与印军的阵风相比如何？巴基斯坦为什么急于采购歼十 C 呢？歼十 C 第一个客户或出现。据印度防务报道，今年巴基斯坦将接受36架中国歼十 C 半隐身战斗机。巴基斯坦官员去年就与中国军方进行谈判，关于采购歼十 C 战斗机。巴基斯坦在此时公布歼十 C 接收时间，是对印度的施压的回应。毕竟印度空军阵风战斗机接收的时间跨度比较大，歼十 C 和阵风装备的火控雷达探测距离相当，都是200多公里，而歼十 C 的雷达反射面积仅有 0.4平方米。印度阵风对阵歼十 C 在100公里内才能探测得到，歼十 C 能比阵风更早发现目标。由于法国是为了让阵风上航空母舰而牺牲了高速性能，歼十 C 的高速性能比阵风战斗机要强，可在空中格斗中把握先机。在中国和巴基斯坦举行的联合空演中，中国歼十 C 和模拟的印度阵风进行了对战，双方共出动200余架次，提升了双方的作战能力。此前，巴空军表示对 F-16最新版本兴趣浓厚，但是由于美国军方的多方面受限，巴方不能等得太久。歼十 C 则没有像 F-16这样的障碍，通过这次军演彻底改变了巴方的意向，最终下定了决心。为何说多谢印度？目前印度空军有300多架的4代战斗机，巴基斯坦的4代战斗机太少，很难与印度空军进行对抗。歼十 C 的到来可缓解巴空军防务的燃眉之急。巴基斯坦已经装备了许多老版本的 F-16，缺乏 F-16新战机。巴方的 F-16和枭龙战斗机对阵印度空军阵风显得有些单薄，巴空军急需补充新的战斗机，选择歼十 C 是巴基斯坦到目前为止最佳的选择。歼十 C 的整体作战能力完全可以和印度空军阵风比肩。巴基斯坦接收后将大幅度提高其空战实力，甚至是在和印度的局部冲突中更能掌握空战的主动权，从而赢得胜利。巴基斯坦将接收36架歼十 C， 可有效牵制印度空军，可分散印度在北方的军机，减少印度在东北的军机数量，可有效打击印度嚣张气焰，有利于周边稳定，进一步提升中巴友谊。巴基斯坦机构发出的消息相当于半官宣，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关系不仅仅是军售那么简单，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友谊是全天候的。36架歼十 C 战斗机也许只是一个巧合，印度不要紧张。